嗨，你好吗？欢迎你来到 AM 亲子书房练习区。在这里啊，我们想跟你一起练习一件事，就是怎么样才能真正的看见我们的孩子。好，一开始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哦，你想想看，当你的孩子啊做了一件你完全看不懂的事情，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 A. 马上纠正他， B. 直接阻止他，还是 C. 试着去了解他在干嘛？你可以先把答案放在心里，当然也很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这个选择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聊聊这个话题。今天呢，我准备了3个重点想跟你分享。首先啊，我们会来看看只是在旁边跟真正看见孩子到底差在哪里。然后我会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一个关于下雨天和一条橡皮筋的小故事。再来，最重要的是，我会提供一个很温柔的每周练习。这个练习真的很简单，可是它的力量很大哦，可以帮助我们跟孩子有更深的连结。所以啊，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好，第一部分，我们来谈谈陪伴这件事。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只要我人在孩子旁边就够了，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在从陪伴开始的全脑教养这本书里，作者特别提醒我们，有一种品质比单纯人在旁边来得更深刻，也更重要。你看这张图就超级清楚的，左边说的陪伴啊，比较像是物理上的靠近啦，或者是在旁边盯着他的行为。可是右边这个被看见哦，谈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层次，是情感上的理解，是去接纳、去承认孩子的感觉。你看哦，一个顶多换来表面的听话，但另一个才能真正建立起那种很深很深的信任感。当一个孩子真的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你知道他心里会收到什么讯息吗？就是这句话，我的感觉是可以存在的耶。哇，就是这份安全感，让他敢把心里最真实的世界向你打开。那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常常误会他，或者觉得哎呀，小孩子哪有什么感觉，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他们就会慢慢学会把真正的感觉藏起来，藏久了，那条心跟心之间最珍贵的线，可能就断掉咯。好，我知道这个概念可能听起来有点抽象，所以接下来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从评价转到理解的过程。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风好大，雨又下个不停的下午，我带着孩子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老实说，我心里真的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天哪，天气有够糟的，我们赶快回家的。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我儿子突然停下来，就蹲在那个湿哒哒的地上，好像很专心的在找什么东西。我心里那个烦躁感马上就上来了。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跟他说：“不要看了啦，走了走了。”但是就在那句话要冲出口的时候，我停住了。我突然想起来，我最近在练习的一件事，就是先不要急着下判断，先好奇一下。所以啊，我就吸了一口气，也跟着他蹲下去，然后用很轻的声音问他说：“我很好奇你在找什么啊？”接下来他的回答真的让我整个人都傻在那里。他抬起头，手里拿着一条看起来脏脏的橡皮筋，跟我说：“妈妈，你上次不是说家里的橡皮筋不见了吗？这个是我在学校捡到的，我想说带回家给你用。”哇！就在那个 moment， 我才突然懂了。我以为的浪费时间，在他的小小世界里，
竟然是一个充满爱的任务。我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我当时就那样凶他、催他，我会错过什么？我会错过看见他这么体贴、这么温暖的心。你看，就是这个故事，让我真的学到，有时候真的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完全扭转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气氛。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啊，其实天生就很爱走捷径、下结论，这是一种本能啦。但是我很好奇，这句话就像是帮我们按下了那个温柔的暂停键，它让我们那个自动驾驶的反应停下来，然后给了孩子一个空间，让他真实的想法可以跑出来。所以如果你也想感受一下这种转变带来的不同，我很想邀请你，这礼拜我们一起来试试看一个很温柔的练习。这个练习超级简单，只有3个步骤哦。第一步就是先发现自己啊，我又想骂人了，我又想催他了。第二步，停，不要动，先帮自己吸一口气。第3步，就是带着那份真的好奇心去问他，我很好奇，可以跟我说说看你在想什么吗？真的，当你把那些对不对、好不好的尺先放下来，只是单纯的去听，你可能会非常惊讶的发现，哇哦，原来孩子心里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温暖，还要漂亮。好，聊到这里，我们再回来看看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也很想听听你的想法。我想温柔地提醒你，也提醒我自己，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100分的完美父母啦，只有愿意一直练习、一直学习的父母。而且你会发现，往往就是那些我们真正懂了彼此的瞬间，最后都变成了心里最暖、最忘不掉的回忆。所以啊，我很真诚地邀请你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自己的故事。有没有哪个瞬间是你突然原来我孩子是这样想的那种时刻？相信我，你的分享可能会给另一个也正在努力的爸爸或妈妈带来很大的力量哦。我是 Ann， 这里是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很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学习，一起练习下去。那我们就下次见喽。